频道日子怎么会过得这么的快？一晃已经是年终了，618大促就开始了。就是感觉刚刚过完年啊，然后就快点在618大促开始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使用的一些产品好不好用和喜不喜欢，给大家种草也拔草。好了，那话不多说，就求一波高产，打在公屏上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啦。先问问大家618想买的东西多不多啊？扣一波弹幕。我的话还就是日常的会买一点东西吧，因为我也整理了一下囤货，不是很多了，也就是查缺补漏一下。首先的话是珀莱雅他们家这个原力精华，这个我也不多说了，真爱精华回购了很多次，也跟大家推荐了好多次了。我记得我最早的话是2021年的时候在老李头直播间双11下单的，因为那会儿的话我有个朋友给我强烈安利和推荐了它嘛，他那时候正在用一个非常厉害很猛类型的这种精华，结果整个就是一个皮肤的大翻车，然后非常的泛红，然后爆皮。他用了很多其他修护类型的精华嘛，效果不是很明显，用了原力之后整一个退红舒缓的效果是很好，皮肤稳定性也是高了非常多。正巧那时候我不是也开始尝试 A 醇了吗？ A 醇在我脸上整个不耐受，就是整个脸是泛红敏感，然后脸颊很干很紧绷又干痒，我很想去抓它，就赶紧拿它来修复一下。我记得差不多是用了2-3天吧，整个红啊痒啊敏感的问题就好了很多，所以它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非常安心的存在。我基本上所有的囤货啊，然后我的梳妆台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用了这么久，我发现我整个皮肤的耐受度是提升了很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突发的这种用了什么会很敏感的这种问题了。它是这种很水的质地，很清爽，我一般都是早晚3泵上脸，吸收非常快，滋润不粘，肤感很好。原力精华的配方也是很牛的，它对内是皮肤的基底变强韧，对外修护受损屏障。大家都知道我的皮肤之前是很容易泛红和敏感的，为了抗老也使用了很多的这种很猛的精华，翻了不少车。长期使用了原力精华之后啊，我整个面部的饱满度我感觉是好了不少的，状态也就好了很多。简单的说，我觉得就是我的皮肤很健康。那大家如果跟我问题一样啊，皮肤比较容易敏感和泛红，或者是想兼顾修护和抗老的，真的可以备一个原力精华的。接下来的话是 Emily's 他们家这个精油卸妆膏吧，这个的话是我用的第2罐了。其实第1罐用的时候，我觉得主要是好用的，但没有这么的觉得很这么的喜欢。但这一次这一罐，我觉得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它是这种淡淡的精油的味道，然后是这种土豆泥的质地嘛，很软乎，然后上脸是有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日常的话，不管我是浓妆还是淡妆，卸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就是糊一堆在脸上，然后揉，然后的话就稍微乳化一下，冲掉就可以了。然后我基本上嘛，就是我觉得它的洗好的感受是不需要再用任何的清洁产品了，就是脸完全不会有那种油油的感觉，这点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有的卸妆膏它用完以后还会觉得说有一点点油的感觉，你需要再洗一下脸。用它我觉得有点找到了 Eve Lom 的感觉，是不需要再次清洁的，但日常我还是会清洁一下。但它洗好整个的皮肤是软软嫩嫩，然后清洁的也是很干净的啊。然后我刚刚搭配那段视频，就是那天很懒嘛，我就直接眼唇也用它卸的。卸完以后，我觉得就是有可能睫毛，有可能那天用的是比较的那种扒在上面的吧，比较防水的，所以还会有一点点残留，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大家眼唇还是用专门的眼唇卸妆液来的嘛，或者是眼唇的卸妆产品啊，反正它的那个使用感和肤感在我这儿是可以的。而且我一直记得我那时候在直播间买它的价格很好，这一罐大概就100来块钱，因为直播间像套娃一样，它什么好像买了应该是400多块吧，然后它会送一张200块钱的红包，所以如果这次还有这个活动，我应该会再买一下的，真的是好用的。因为的话，这是有新开这瓶 MAC 的这个
清透焕颜卸妆油，这瓶应该是它之前那一代的一个透明版本的升级版，我不知道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我感觉它的整体的液的油度会比之前那瓶高一点，之前那瓶我感觉那瓶油是比较清爽的，这瓶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基本上我用它很快速的卸全脸的妆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使用感啊什么啊都是 OK 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就是我是分情况来卸妆的，我身边嘛，像卸妆的膏还有卸妆的油都是常备的。如果我是很浓很浓的妆那一天，我就会使用卸妆膏，我觉得会深层的清洁一下。如果日常的话，像这种上班的淡妆，就是底妆啊，然后一点眉毛、一点口红，我就是会用卸妆油，它还是卸得很干净的，还蛮喜欢的，就是没有超越上一代吧。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 OK 的吧。就是接下来的话是开了雪花秀这个洁面吧，这个也是这种薅羊毛薅来的，他们家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要倒闭了，这种很多时候都很便宜。但这瓶洁面我自己觉得还是 OK 的。当然你问我正价会不会买，有可能不一定会吧，但是反正很便宜，它有活动的时候我就会买一下。基本上的话也是清洁力蛮好的，日常的话你早啊晚啊一点点泡沫就可以让整个脸都洗得很干净，就是还可以。就是如果它活动很好，这瓶打开可能搞活动100毫升，它大的装是200嘛，像这种100有可能就40-50块就可以买到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剪个羊毛、薅个羊毛的时候试一下，整个洗完也完全不会干的，就是还是蛮润润的脸啊。这个我也是蛮喜欢的，所以也是这种羊毛我也是薅了蛮多次的了。那接下来的话是最近有使用到一个那个新的，这个叫防晒。也是大家问了我很久，这个是修丽可他们家的防晒嘛，是叫小银伞还是什么的嘛？它的质地的话也是乳液质地，然后上脸的话也是很好推开，滋润度是我感觉在我这边使用的防晒的中等偏上吧。会比我之前喜欢那个小金管，就是欧莱雅那只再稍微高一点点，所以如果你是干皮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蛮喜欢它的这种肤感的。我的话是整体使用下来各方面都是还蛮 OK， 也蛮好的，这样一支防晒就是挑不出毛病的一个防晒吧。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不是最近一直在推荐欧莱雅的小金管嘛，我是因为觉得它的性价比会更高，就是像它这支会要好像是400多吧，是不是？那小金管才100来块钱，就是按照性价比来说呢，我觉得小金管会胜出。这支的话，整体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挑不出毛病的这样一个防晒啊。我不知道油皮会不会感觉有点润，但因为我是偏干皮嘛，所以我整个用下来还是非常的喜欢的。那接下来的话是伊索他们家的2个东西，一个是他们家的清洁磨砂膏，还有一个是他们家的清洁泥面膜吧。这个在我这儿是一个套组买的啊，我记得我去旅游在澳门的时候，他也就是直接跟我说，它上面写好，你们看到吧？磨砂颗粒2个硬币大小2份，清洁面膜1份，它让我用的时候拼在一起用，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看了官网，其实它们是2个可以单独分开的存在。它这个就是一个磨砂膏，然后的话，它里面的磨砂颗粒是比较细密的，但是它的磨砂颗粒是不会融化的。就是我用它做那个磨砂嘛，我就这样搓，我用的很多磨砂颗粒这种它是会化掉的，他们家这个不会。然后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敏感的，就是我基本上用它磨砂好脸之后，我觉得我就是按摩的地方脸会有点红红的，后面我会马上做一个这种比较舒缓的补水的面膜来压一下的嘛。但是它效果还可以的，你用完以后搓完以后这样弄以后，我觉得像我这种干皮就尽量 T 区旁边不要摩搓太多，不然的话怕皮肤敏感嘛。用完它之后，你再去看你的那个鼻子这儿，它是会有一点点黑头啊，什么这种脏的东西会有一点点感觉出来一点的，可以自己轻轻的刮一下，它是可以单独用的。但那时候它就是硬给我一起买了啊。然后这个的话是这个清洁面膜，这个的话我看了官网上。我们这儿没有，是这样子的，也有点泥状的嘛。我有的时候就是把它们2个拼在一起，但是不会用很久，所以的话就是感觉是清洁面膜里面加了磨砂颗粒，就是会有点去角质的
清洁面膜吧，就这样一个感觉啊。整个敷个5分钟我就会涂掉了，不是就会洗掉了。整个脸是比较滑滑嫩嫩，也很干净的。大概我皮肤比较干，就有可能到1个月这样做一次吧，就是也不用很多，因为我平时有时候偶尔也是会在外面清洁脸的，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的。但是我不清楚，就是如果你是皮肤特别敏感哦，用这个摩搓会不会觉得特别的敏感？我这儿还是 OK 的，因为我跟大家说了，我皮肤是比较耐受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英博用什么产品啊，什么皮肤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就这样子。但是如果让我挑一个的话，我会更加喜欢这个清洁磨砂的这个颗粒啊，这个是这个是叫美的惠尔的一个什么棉片吧？这个棉片，这个是我在韩国那个旅游的时候买，他们那儿不是很流行棉片嘛，然后这个已经松掉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坏掉，反正就这样。然后它里面是这样一片一片的，我买的这个是这个形状，是方方的这样子的。然后日常的话，我就是拿它，如果觉得皮肤比较脏一点，我就会稍微再就是洗好脸以后再稍微擦一下，这样子。就是这样就 OK 了，也没有其他的很大的用法。偶尔很充足时间也可以稍微湿敷一下，那么皮肤的话润一点。但它就是其他效果也没什么，就是一个补水效果吧，就是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补水。其他我也说不出什么，就是如果你问我下次会买吗，我应该不会买了。就是这样子吧。但是就是因为那边你也知道，就是我很容易跟风的嘛。一看到什么就是排名前面啊什么，我就会买。我手头上还有另外一个牌子，好像也是有棉片的，就因为它用的很慢，所以那瓶我也没有开。这个就是慢慢用完再开一瓶吧。但这个包装还是真的，一会儿就坏掉了，就还一般吧，在我这儿还比较普通。然后我看我喜欢的博主，他有去韩国奥利维扬买棉片，他说新的棉片那个样子蛮好，比较贴近眼下这种弧度嘛，是这样子湿敷的。他说比这一代会再好一点。接下来的话是 CPB 他们家这个眼霜吧，它这个瓶子真的很好看，像有一个这种几棱几棱的吧，它里面这种淡淡的粉色的这种质地，然后的话也很好推开，它是这种感觉很轻薄，但是滋润度很高的眼霜。它在我这儿的滋润力度是持平于兰蔻精纯的，就是它们俩滋润力度在我这儿是杠杠的，都是很好的，所以我晚上用它也是非常非常放心的。因为年纪大了嘛，我就是眼部的问题还是就是怕干纹啊什么的，所以晚上我一定要使用滋润度非常高的眼部的产品。白天和晚上我用的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白天的话可以薄一点，问题不大，但是晚上一定要用滋润度高的。总体的使用感、肤感和质地，包括用了最近吧，就是这一阵子的效果，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的。但你问我说有什么就是一定会回购它，我倒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属于略贵了，在我这儿价格是有点高的，因为它这一瓶我等于说兰蔻精纯我可以买2瓶嘞。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好像它那个整体的，你说，有多么明显的效果，倒也不至于就是有那么个记忆点，所以就是属于可以好用，但不一定会一定会回购那种。但如果它价格很便宜，又便宜了，那我应该也是会再回购的，就还不错吧。接下来的话是几个小的上妆工具啊。首先的话是我一直跟大家推荐的，我非常喜欢的Momo的，不是Momo，就是毛吉吉他们家这个海绵嘛。我一直推荐的，我很喜欢就是这个是叫棕色绑带款吧。我是一直用这款，因为它是比较软的那种，知道吧？然后的话，最近有用了一个它的新款是这个是叫丹宁款吧。它的话有点像我有一个博主很喜欢的，我也有的一个大号的。这个粉扑的小号，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完全不吃粉，因为我之前用过那个大号的粉扑，也可以完全不吃粉，但太大了，我觉得有点边边角角照不过来。那它的话就还可以，就基本上边边角角还是 OK 的，然后是稍微的是扎实一点的触感，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是很软的，软糯糯的，这个是扎实一点的。就是要看大家的喜好，我个人的话会更喜欢这种软扑扑一点的粉扑，然后基本上我用它也不用再泡大啊、沾水啊什么，就直接扑匀就 OK 了，超级的喜欢这一块的话。如果你是不喜欢粉扑吃粉的话，你就买这个也是 OK 的。他们家的粉扑就是上妆棉片，现在是我回购第一的了，就是真的很喜欢，但是
第一里面的第一还是这一款，还有他们家那个毛毛的那个我也很喜欢，也有用，就是用来上那个散粉啊什么的。好，接下来的话是另外2个小工具，是这个，因为有很多妹子让我反馈一下，我之前好像跟着哪个博主买的一个海绵的遮瑕棒，好不好吧？它就是一盒里面有一些像以前的这种老式的眼影棒的，有2头，一头是圆的，一头是长的吧，好像这个是叫新多吧。然后的话，日常我觉得这个是好用的，它可以比较牢的抓住那个遮瑕，然后上去又比较薄，然后这个海绵头的大小也刚好，不管是眼下呀还是法令纹，我用它都是非常完美的，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实用的小东西，我是蛮喜欢的，而且它因为用完就可以不用去洗，就直接就是说用1周啊2周可以扔掉一个，价格也比较便宜嘛。这个是好用的，如果大家想买一下遮瑕的刷子吧，可以尝试的。因为我其实身边有很多遮瑕刷，但是因为我真的很懒，有的时候我一直用，然后又不高兴洗，所以到后面就是最近都是在用它了。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用的。接下来的话是跟大家强烈安利和推荐一把，我就是有回购了一把的刷子，是叫竹凤堂他们家这个粉底刷吧。我在尝试了无数种上妆的粉底刷之后，有长的粉底刷，还有大家说的粉底铲、粉底刮刀之后，然后今年好像这种样子的粉底刷的风是最大的。后来我就想再买一下吧，再踩雷也就不怕了。后来我就买了之后好好用，马上又回购了一把。它呢怎么说呢？就它很用得上力。然后它可以用出比较薄的粉底，因为之前的粉底刷和粉底铲我都会用到手，我觉得就是弄不平，对吧？就这把它的问题是，它用好之后不是说它刷好以后就不用粉扑了，还是要用粉扑的，但是它刷完以后已经蛮薄的了，然后我就火速的用粉扑稍微拍一下，整个妆面就蛮匀的，是很薄透的，我喜欢的那种妆。所以这把粉底刷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而且呢，就是我跟你们说啊，我好像用了好久了，然后我没有洗过吧。它虽然有点黏连起来啊，但是呢，我每天在用的时候也不影响。我就是特别懒，就是懒的怎么说呢？就是直接把粉底就是挤在这个上面挤一条。如果是粉霜的话，就在那个罐子里抠一点。我就是不想让我的手接触到粉底液，我觉得所以它还可以的。因为不管是用刷子那个铲子啊，什么刮刀，你手都会碰到粉底液的，这个不用，这样挤一点，然后这样刷就可以了。清清透透薄薄的妆就是这样子的。今天也用它的，就是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小工具啊。然后后面的话是2盘眼影吧，是 Desico 他们家的2盘眼影。这2盘眼影呢，其实呢，你问我喜不喜欢，我肯定跟你说中上。你问我推不推荐，我觉得不是很推荐。但是它画出来确实是还是蛮好看的。它就是很神奇的有一点，怎么说呢？首先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的排列组合啊。一看你们就知道，它这个眼影盘它画不出什么妆容的。然后他们家还出了一盘新的那种颜色，刚刚我刷到了，那盘5颜6色我应该不会买。你看它这种排列，大家可以感受到吧？这上面的3排很多都是废色，都是有种没有什么用的颜色。然后它那个加深色其实也就是这2个稍微点用，前面其实也不是很深，有可能它的眼影盘还是比较适合超白皮的妹子们的，因为就是还可以。像我早上也是用这盘画的嘛，是用它这盘紫的。现在前面这2盘随便选，然后它的眼影画出来也是不会很紫那种感觉的，就不像我 Tom Ford 那种紫色眼影，我一画你们都知道哦，我今天用的是紫色系列，但它不是，它就是那种有种面粉感的那种紫紫的感觉吧，就是真的很适合白皮大概。然后的话稍微加深一点就 OK 了。但是姐妹们，它的这几个闪片很好看，就这几个闪片我再试一下，这4个闪片。特别是这2个是湿漉漉的颜色，我觉得很好看，所以这盘你问我推荐嘛，真的一般，但你问我喜欢吗？我蛮喜欢的。我眼睛上也是这个，它就是一片一片的这种闪，所以它这个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这2个颜色你们看，上眼就是一片嘛，就是属于那种薄薄透透里面会有点不灵不灵亮亮的感觉，还是蛮喜欢的。虽然我不是很推荐，如果大家已经有这种颜色色系的，不管是4色盘、9色盘，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不用买，真的。这盘也是的，
这盘的话就是比较基础大地的颜色嘛，你们看也是的，它里面所有的上3排的颜色都就是差不多，很多就是你这样这个涂一下，那个涂一下，那个涂一下，这个涂一下，就是感觉差不了，完全差不了的。然后的话再叠一个深色就 OK 了。但是它叠加了上面几个闪片也是很漂亮，这几个，而且它们有很多的这种闪是有微珠光在里面，像这一颗和这一颗，它都是有一些微微的珠光的，就是你用它在打底的时候，眼皮上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微珠光颗粒，就会还蛮好看的那种感觉的。这盘也是这几个亮片色是好看的，这几个亮片色，就是有点湿漉漉的颜色吧。对的，这一盘，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的，因为像我如果 Desico 家很多眼影啊，就是我买来我一看就知道啊，一用就知道我自己不喜欢，我就是会出掉。但这两盘我是舍不得的，我是喜欢的，我还是喜欢的，但是就是不那么推荐的这种喜欢吧。接下来的话是那个头部啊、身体啊系列。首先的话是身体乳，这个的话是 Rituals， 它是我最喜欢的身体的护肤乳的品牌之一吧。但他们这2年的活动力度很少，大家如果老粉的话都知道，我前2年疯狂的买他们家全系列的身体系列都很喜欢。然后这瓶的话是之前我买的时候也算是个新的系列吧，叫净系列，其实就是味道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家这种红的啊，这种什么粉的啊，这种乱七八糟的我都买过了。这个香味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香的。他们家全系列的东西啊，香味都是比较香的那种。然后它的这个滋润度是属于中上，质地也是稍微厚一点点的，还可以啊，稍微厚一点点。你们看推开是感觉润度会比较高的那种，基本上是属于我在大冬天用也是滋润力度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的身体的这种护理嘛，就是那种身体乳，我也是分季节的，就是如果很热的时候我就用薄一点的，很冷的时候我就用滋润的高的。它是属于那种很冷的冬天也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皮肤的一个诉求的这么一个滋润度，所以这个我还是蛮喜欢，就是稍微味道有点重。如果你是喜欢清清淡淡这种的话，有可能你会觉得他们家的整体都会有点重，但是我是蛮喜欢的。他们家好像有一瓶红的话，超级的浓，这瓶已经还算是他们家味道里面好一点的那种了。这一瓶还有一个话是有这一瓶的牌子是叫这个叫什么安野屋啊，它的味道是叫黑檀木与雪松，是一个木质调。我这个是看我喜欢的博主有推荐，说它这个的味道蛮好闻的，我也就尝试了一下。之前我没有买过这个牌子啊，它就是那种很深沉的那种味道，木质调和那个刚刚那个不一样，那个就有点花里胡哨的那种香味吧，这个就是蛮深沉的。然后它的膏体你们感受一下，也比那个再厚一点点，滋润度也是 OK 的。这样子是吸收好以后也是很舒服的。我对于身体乳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抹完吸收好以后完完全全不能很黏，这2瓶都是可以的。它的话会便宜很多，性价比高很多，对的，也 OK 的啦。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木质调的，然后又重一点的、沉一点的这种身体乳，可以看一下它。反正我也是搞活动的时候买，价格还是蛮划算的。黑檀木与雪松，还行吧，因为也比较便宜嘛。他们2个吸收好，你看都完全不粘。这个是我对身体那个的一个诉求啊。录了一半，儿子刚回来了，他让我帮他叫一杯奶茶，他要喝霸王茶姬。大家喜欢喝什么奶茶？霸王茶姬里面他说要喝伯牙绝旋吧，我还叫一杯少冰，我也叫一杯。我说了有点那个了。少糖吧，是不是？我点一杯中杯的，给他点一杯大杯的吧。他点一杯大杯的。老公在里面睡觉，我说他不吃问题不大的啊，就我们俩喝吧。他们家是没有那种什么珍珠啊什么的。其实我是蛮喜欢喝有珍珠的东西的，他们家完全没有。我也喝一杯吧。晚上的话就OK 了。好了，我也叫一下。哒哒。叫完2杯，38块钱。好，我刚刚说了身体乳的，然后把那个沐浴露说了吧。沐浴露的话，第一个是这个是一个粉丝朋友推荐给我的这个牌子， SVR 他们家的一个什么沐浴油吧。它这个
我觉得严格上算不是很油的一瓶沐浴油，因为我用的其他的沐浴油都比它油，它是属于还蛮清爽的沐浴油，味道也是淡淡的，然后不油，完全不油。你看就是这样子，是蛮清爽的。就是如果大家是想尝试沐浴油，又怕有的沐浴油比较油一点，可以用这个，它的味道也是比较淡淡的。然后因为直播间买这个价格也是超级的便宜，反正几十块钱吧，一瓶大的还送了一堆小的，就是属于油感不是很重的沐浴油。在我这儿就觉得还可以吧，因为我相对来说，如果真的用的油类的话，我会希望它滋润度更高一点，因为像沐浴油这个产品，我基本上会在冬天用的比较多，像那个什么。就是我之前用的那个安的玫瑰庄园那瓶沐浴油嘛，它是比较油，但是它洗完就是会觉得说身上是滋润度蛮高的，所以我蛮喜欢那一瓶的。这个的话就属于你洗完，也不会觉得说特别润，因为它本来的质地就不是很油那种嘛，所以还是推荐给就是想用油但是又不要那么油的朋友们啊，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话是，我有杯咖啡的，咖啡先喝一下。还有的话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这个多芬他们家的身体滋润磨砂膏。这个我现在发现我好喜欢16味道的身体的一切，因为我刚刚把我老公买的这个佳洁士的这瓶红16的沐浴露也拿出来了。像平时嘛，就我们家的产品就是我自己我会买好一点的沐浴露，然后我自己用，然后让我老公和我儿子，我老公就会买性价比高一点的产品用就是分开来的。然后当然不是说不好，也很好，但是他们会价格稍微便宜点，我会给自己买稍微好一点的啊。然后的话但是没想到这瓶的味道我超级喜欢，就它放在那里的，我老公买的，我就一直在用，我很喜欢。一个个说首先的话是多芬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哇，这个味道很好闻，甜甜的16味奶的。这个应该是猫超买的，好喜欢。然后它里面的颗粒不是很大，就是不是那种说你搓在身上的磨砂膏会觉得说哇好刺，啥都没有，就是很香甜奶的16味道的身体磨砂膏。但是我也不算是很强烈的把它当做身体磨砂膏吧，我就是非常喜欢它这个味道，好喜欢。就如果大家想尝试不是那么很夸张的身体磨砂膏，但是味道又甜甜的奶的，这个真的可以尝试。每次那个猫超这个都会很便宜，大概一罐才30几块钱吧，很大一罐。我觉得是我用的身体磨砂膏里面味道又好，然后性价比又很高那种。因为我觉得身体磨砂膏，就身体不是说每天都洗澡的，对吧？也不至于说你要磨砂的有多猛吧，就是有一点颗粒就可以了。是这个真的是性价比超级的高，很推荐，喜欢。还有的话是这瓶的话就是我刚说的我老公买的那个舒肤佳这个红16味道的沐浴露，他其实那儿放了一排沐浴露，立式的这那，他买了很多的牌子。然后我是沉迷于这个味道这个红16味好清爽很好闻。其实他们两个味道严格来说，我觉得你闻上去也不会是觉得是股16味，但是就是属于那种蛮清新蛮舒服的果味。蛮好闻的。然后这瓶的话，就相比我自己的沐浴露，因为我日常的话，比方说是用这种沐浴油什么的，它就洗完应该是男生比较喜欢那种很清爽、很舒爽的这种味道和感觉。因为男的嘛，有可能出油量比较大，所以他们用这种是很适合的。我的话就是也很爽，也很喜欢，就是好闻，有点小汽水的这种感觉，这种清爽的果味沐浴露，就是洗完就整个人很清爽这瓶好喜欢。它因为也放到有其他味道的，就是没有这瓶喜欢，我就用了，很喜欢，就快点拿给大家跟大家推荐一下。已经从天亮，现在已经有点暗掉了。接下来的话是一些头发上面的系列嘛。首先的话是这个头发的一个磨砂膏，就是清洁头皮的嘛。然后的话，我发现我今天从脸部磨砂说到了身体磨砂，又说到了头发的磨砂膏。这个的话是我新买的，就是新一代的吧，这个 CR 他们家的头皮磨砂膏。他们家有2款，一个是蓝色的，是比较强劲的，这个的话是那个玫瑰味的，会稍微的就是没有这么的厉害。然后的话，我买的时候有一罐大的，他还送了很多小的，我都是有在用的。我有可能吧，年纪大之后头发没有以前就是油的这么厉害，脏的这么厉害，也有可能是我洗头的频率蛮高的。
所以我现在用它次数真的是很少，有可能就1个月也才用个1到2次吧，撑死了。因为它洗完以后，我觉得头发是蛮炸的，就是因为在我这儿效果就是属于那种头发洗好很蓬很干净那种，但是它有的问题就是它洗完头发还是蛮涩的，即使我之后用了很润度很高的那个发膜，但是就那几天吧，我还是会觉得头发有点像稻草一样，就是有点太松了那种感觉，有点梳不太顺的感觉。所以的话就是感觉没有以前这么的喜欢，就是我以前很喜欢它，反正慢慢的年纪上去，头发也没有这么油之后啊，我觉得就是用它的频率和次数是会减少的，所以还是把它推荐给就是大油头头发很油的妹子们，然后也不建议说洗完头发会比较涩一点的朋友们，就是可以，就是如果你问我用完会再买吗，我可能不太会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在它还没有就是到保质期之前，我可能是用不完的，因为我用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它的香味还是很好闻的，它已经是比那个蓝的磨砂颗粒要小的，可以看出来吧？它是比较细的磨砂，他们家那个蓝的话，那个海盐的颗粒会更加的粗，那个就是要推荐给更加油的大油头是 OK 的。这一瓶我基本上用它用好以后，可以到个第3天吧，洗头就是状态还是不会油，但是就是我头发会觉得有点炸，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喜欢稍微垂顺一点的，所以有可能它在我这儿效果现在有点猛了。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呢又开了我最爱的卡诗的黑钻嘛，这个的话就是卡诗他们家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当场立刻效果最好的一瓶产品，也是他们家应该是最好的一条线吧，它就是属于像我如果用完这个洗发水以后，我就头发炸了3天，我浑身不舒服，我就很想我头发很垂顺很飘逸的时候，就立马用它，然后再搭配一个卡诗的发膜，哇，就觉得说哇，我头发的感觉回来了，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可以让我马上抚平我前面很毛躁的这种感觉，就是毛的这种感觉。它的话就是属于即刻洗完头发很顺很好，然后感觉好像发质也挺好的。卡诗他们家的产品就是这样，它不一定说效果有多长吧，但是就是即刻你会觉得说，哎，我的头发是好的，真的，所以我还是有在回购，也是蛮喜欢的吧。就它的话，因为是滋润度比较高的，黑钻是润度蛮高的，所以有可能洗完蓬松的效果不是说很长，差不多也是1天隔1天，我是肯定要洗的，就是顺的柔的那种发质很好的感觉。所以如果是很油的妹子，有可能用它会觉得出油会有点快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也不是说很大油头啊，什么就 OK 的啊。还有的话是2个，这个一个是这个叫我买了欧莱雅 Pro 他们家这个叫免洗精华发膜，它的用法就是说你洗完头之后，不是头发就是要吹头发之前稍微涂一点，然后它吹的话会发质会感觉好一点。还有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像我现在觉得好像头发挺乱的啊，什么稍微抹一点会头发看去好一点。它涂完的话就是质地是这样，它涂完以后呢，就是不会说觉得说很黏啊，什么都是没有的。我基本上用的比较多的场景还是洗完头发湿的情况下，吹的有点干之后再涂一点，然后的话吹完就好了。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效果在我这儿没有特别的明显。因为这一罐也挺贵的，然后他们家这个深色的系列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巨香，就香到你就是有点上头那种香，就是比我刚刚说那个 Rituals 他们家还要香。就如果你真的不是很喜欢巨香的东西的产品，有可能这个你会觉得过香了，因为我都觉得有点冲了那种感觉。他们家那个洗发水我也有买了，也是真的巨香爆炸香。就这个的话，因为有妹子推荐我说效果是蛮好的，我用了之后觉得说还可以。但是有可能期待值有点高吧，就是没有觉得说吹好以后真的有多好。就是跟我用精油的效果也差不多，因为我如果之前没有用它的话，我就先涂一层精油吹头发，效果也还可以，所以的话就是就还可以吧。但是你问我会不会买，我觉得我还会回购的。我就是个很矛盾的人，虽然它在我现在我就是没有感觉出来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因为我超级愿意在头发上投资，你们知道吧，就是愿意花钱，就是想慢慢的用好一点的东西，让我的发质不管怎么样都会稍微好一点。所以的话，如果用完了，我还是会再买的。
哪怕它只有非常微小的效果，但是我还是会回购它的。就这样啊，那最后的话是 UNO-BE 他们家这个发油吧，这个发油是属于我发油里面滋润度和油感中等偏上的。我个人啊是比较喜欢轻薄一点的油的，它的稍微会比我其他手头上在用的油，比方说卡诗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油，会再稍微润度高一点，油感重一点点，但也是可以接受的。你们看，可以感受到吧？它是略有一点点油的发油，不是那种特别水的。那我相对来说我会喜欢稍微水一点的发油，它的香味是就是淡淡的山茶花的味道嘛。然后的话抹开以后全部吸收好，再吹干，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他们家这一整条线从护发发膜到发油到发喷，我觉得都还可以的。然后我朋友很喜欢，就是买了全系列嘛，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因为它的价格不贵，就是它在 Olivion 里面的价格应该就属于平价里面排名第一的吧。就是不像我买的一些发油会价格会高，有可能要200多块钱瓶，它应该有可能就大几十就可以了。所以相对于性价比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好，那今天的产品就这些，我感觉啰里吧嗦也说了很久了。好啦，那就是今天的分享啦，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好了，就祝大家618可以买的开心，买的爽。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啦，拜拜。